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赴山海关键剧情疑删减，开播13天播放量破10亿。诚意赴山海关键剧情疑遭删减，当时被这视频惊艳到了，心想播了发，结果整部剧看完都没见着，以为自己看漏了，还跑回最后2集里找，结果说被删减掉了，就在纳闷，这结局看得有点莫名其妙。诚意这么好的演技，却因为剧情不完整受到的影响也不小。虽然赴山海一开播就讨论无数，但他依然在开播13天就拿下了年关，有效播放量破10亿，稳居全网第一。为何差评如潮依然成绩瞩目？这只能说明越来越人开始有了自己的判断力，不再轻易被带偏。剧情删减引发的疑问与讨论。近年来，国产剧的播出环境越来越复杂，剧集在最终呈现给观众之前，往往要经历审核、剪辑、后期加工等多个环节。在这样的背景下，赴山海也未能幸免。随着该剧在全网热播，越来越多观众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些曾在预告片、路透视频甚至官方物料中出现过的关键剧情，却在正片中不见踪影。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诚意饰演的男主萧秋水在结局阶段的某段情绪爆发场景。很多观众在剧播前都被这一段视频惊艳过，甚至把它视作整部剧的高光点。然而当剧集真正迎来大结局时，这一场景却消失了。许多观众一开始以为是自己看漏了，还特地回头翻看最后几集，却始终没找到，最终才确认原来这段剧情被删减了。这种删减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镜头不见了，而是直接影响了剧情逻辑的完整性。许多观众表示，大结局看得莫名其妙，情感线与人物转折都显得仓促甚至断裂。如果说一部作品的精华片段被剪掉了，那么观众的体验自然会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像诚意这样对细节极其重视，能通过眼神和动作传递复杂情绪的演员，他的表演被删减，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诚意的演技被埋没了吗？从演员的角度来说，赴山海中的诚意依然贡献了可圈可点的演技。无论是少年意气风发的轻狂，还是经历家仇国难之后的隐忍克制，他都拿捏得极为精准。尤其是在父母惨死之后，他眼神中的裂变感、声音中的压抑感，都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了角色的心碎与复仇的决心。但正因为他演技在线，删减的部分才更让人觉得惋惜。观众本来可以通过完整的剧情看到萧秋水更复杂的心理变化，理解他最后的选择与成长。然而在被剪辑后，这些细节被割裂，导致角色的成长曲线不够顺畅。很多观众直言，诚意的演技很好，但剪辑让人看得云里雾里。这种演员演得好，剧却没拍完整的情况，其实在近年来的国产剧中屡见不鲜。观众已经越来越敏锐，能分清楚是演员的问题，还是后期制作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即便赴山海有口碑争议，诚意个人的口碑依然稳固，甚至有人因为心疼他而更加支持。差评与热度并存的现象。有趣的是，赴山海虽然在豆瓣、微博等平台上差评如潮，但它的播放量却在开播仅13天就突破了10亿，成功拿下年度冠军，稳居全网第一。这种口碑两极化的现象，恰恰说明了国产剧市场的复杂性。一方面，差评主要集中在剧情逻辑不够紧凑、剪辑凌乱、节奏忽快忽慢、某些角色塑造单薄等方面，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很多观众甚至调侃，如果不是冲着诚意，我早弃剧了。但另一方面，热度和播放量却居高不下，这背后有几个原因。演员号召力。
诚意本身就是古装剧热度的收视保障。从琉璃到莲花楼，他早已积累了庞大的粉丝基础。这些观众会为他的新剧买单，即便剧本有瑕疵，也依然会追下去。剧情设定的吸引力，《富山海》作为一部融合了武侠、奇幻加国情怀的剧，题材本身对观众有天然吸引力。尤其是在古装剧市场缺乏优质作品的当下，观众对这种大格局设定有很高期待。话题效应，从删减争议到角色塑造，从诚意的演技到配角的发挥，这部剧始终处于讨论中心。哪怕是吐槽，也是热度的一部分。对平台来说，流量就是成功的标志。观众的独立判断，过去很多观众容易被水军评分带节奏，但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有自己的判断。他们不再一味追随差评，而是愿意亲自去看一看，再决定是否喜欢。这种理性的回归，也让《富山海》在口碑褒贬不一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播放量佳绩。为何删减问题屡屡发生？很多人疑惑，为什么关键剧情会被删？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审核原因，某些台词、场景、情节可能触碰到审查的敏感点，不得不删；时长限制，平台与制作方可能为了排播节奏、集数时长而进行剪辑，比如原本50集的剧，最后压缩成40多集，必然会牺牲部分剧情。节奏考虑，有时导演或剪辑团队为了追求快节奏，会删去一些情绪渲染的镜头，但这种做法往往适得其反，因为情绪需要铺垫，删减会导致人物转变缺乏说服力。营销需要，也不排除部分片方故意留下删减争议，以此制造话题，增加观众的讨论度。虽然这种做法短期内能带来流量，但对作品口碑是长远伤害。观众的失望与期待，《富山海》之所以引发观众失望，并不是因为它一无是处，而是因为它差一点就更好了。很多人都在感叹，如果关键剧情没有删减，如果逻辑更连贯，如果节奏把控更精准，这部剧完全有可能成为年度现象级爆款。诚意的演技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但他需要更好的剧本和更完整的成片来承托。观众对他的期待值很高，也因此对《富山海》产生了落差感。然而，失望之余，观众依然会继续支持，因为在古装剧市场普遍低迷的当下，《富山海》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证明了观众依然渴望武侠情怀、家国格局和人物成长的故事。它证明了演员的个人魅力足以撑起一部剧的热度，它也证明了差评不等于没人看。《富山海》在开播13天就突破10亿播放量，足以说明它的影响力。但与此同时，关键剧情疑似被删减，剧情逻辑断裂，口碑褒贬不一，也让它成为一部高热度、低口碑的典型案例。对于观众而言，失望与喜欢是并存的；对于演员而言，努力与遗憾是并存的。或许这就是国产剧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只有当制作方真正重视观众的体验，尊重演员的付出，尊重作品的完整性时，类似的遗憾才会减少。至于诚意，他的演技与人气早已毋庸置疑。《富山海》只是他演艺之路上的一站，未来他完全有机会用更好的作品去弥补这一次的遗憾。